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两株纯水跟蝴蝶兰的花梗，也顺便浅谈一下一些水跟兰花相关的种植观念以及种植要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这两颗兰花，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约1年多前购买回来，开完花后，我就把它们转为纯水耕来养护。那从今天的影片主题，你们也已经知道，这两株兰花目前正在抽花梗，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欣赏到它们开出来的花朵。目前这两颗的花梗都是第二次来花，但是水耕种植后的来花抽花梗还是头一次，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感到蛮兴奋的。去年底它们没有开花，我猜跟我当时住在纽约公寓的环境有关系。那边没有中央空调，所以我很难去控制温度，又不能打开窗户，因为冬天实在太冷了，所以基本上当时室内的温度啊，就是看整栋大楼的暖气温度是多少就是多少。这颗兰花的根系其实很健康，那除了说因为透明的杯子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根系之外啊，另外一个能够判断兰花健不健康的重点就是看它的叶子。你看到啊，这株兰花的叶子啊，越新的叶子它越大片，当然长到某一个程度呢，它的每一片叶子应该都会几乎一样大，那就是非常成熟的兰花。但是如果它还在变得更成熟，表示它现在很年轻，它的叶子就是会由小慢慢变大变大变大，所以这颗兰花它其实就是很喜欢它目前的环境，所以它的叶子就是越长越大，这是一个可以判断兰花是不是喜欢它目前环境跟你给它的养护的一个观察的重点。那等一下呢，你还会看到有一个小片段，就是说它的一个根是从老根又再重新长出来。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所以有时候你在替兰花换盆啊，在整理根系的时候啊，不要因为那个根系看起来不健康，你就把它剪掉。其实根对兰花很重要，所以你宁愿把它留着，也不要误剪把它剪掉。就是这边你看到的它有新的根是从老根长出来。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我怎么知道要不要把根修剪掉？其实最主要的判断就是这个根死掉了没有。如果已经死亡的根、败坏的根，其实它的根背啊，要么就是还是在湿润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能够一抽，它的根背就被抽下来，只看到里面细细的一条根，那样子的根其实你就可以修了。那再来就是说它可能已经很干，那就是变得干干脆脆的。它已经你捏的时候，它已经就是里面完全没有根背这一层软软那个吸水的这个材质的时候呢，这根也已经不行了。所以用这样去判断。那如果你捏下去还算是蛮扎实实心，即便它颜色不好看，你都可以把它留着，因为我们宁愿多留一点根以避免说我们误剪健康的根而导致兰花其实受到某一种程度的冲击就会使它的生长速度减缓，甚至停止生长一段时间，才会再重新启动生长。接下来的几张照片都是在影片这个片段拍摄之前照的相片，所以你会看到这些花梗它是比较小，但是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抽花梗，然后正在长。那当时其实比较好玩的是，那个时候我正在介绍水耕的这个种植，刚好有几位兰友就在问我说，我听过人家说水耕兰花不容易开花，那都只会长根长叶子，但是不会开花。那我就跟这几位朋友说，其实是会开花，因为其实我很确定会抽花梗，因为他们这两颗兰花当时就在抽花梗。那我去思考之后，我其实发现其实是温度控制的关系，因为蝴蝶兰如果它要真正很容易的能够抽花梗，是在就是秋冬这个季节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低温，就是大概摄氏13到18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或是如果是华氏的话，就是在
55到65度这个之间，晚上夜间温度而且需要持续比如说个把月来去刺激兰花对开花抽花梗的这个动作的一个激活。那这张照片呢，就是他平常的养护的被我种植的一个方式，就是它有内杯有外杯。我内杯是方便我能够观赏根系，外杯呢就是用来阻隔阳光，来避免青苔的生长这是一个美观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第二颗兰花，我们现在也是先来看它的根系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得到它非常的健康，比较淡颜色的这些根白白的根，有绿色的根，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根，包括已经在水里面的这3条根系，那其他颜色在杯中间比较偏中间的那些比较黑深色的根系呢，是它原本的根，也没有烂掉，但是呢，它就是比较硬。那因为它根系越长越长，所以我都把水位控制的很低，所以它原先的那些老根也比较没有机会泡水。那你现在看到的也是一样那个叶子黄黄的东西是已经大概1年多前吧，我拿东西不小心掉到叶子上面，把那个叶子弄伤。不过好在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感染。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其实就是它的花梗，这个花梗长得蛮快的，比之前上一颗花那个花梗长很多，但这颗兰花它其实抽的花梗速度比较慢，就是比较晚抽花梗，但它的速度长得很快，蛮特别的地方那这颗也是一样，你看它的叶子也是一片比一片大，越新的叶子长得越大，表示这颗兰花对于它现在的生长环境跟养护方式是很喜欢的。接下来呢，也是有几张这颗兰花先前的图片，来让你能够更近距离的看一下这颗兰花它平时的生长状况。一样，它也是有一个内杯，就是透明的杯子，然后跟一个外杯。然后呢，当时你看它的花梗还在杯子的杯口内但是现在呢已经凸出来了，到杯口外面了那这个就是我平常让它静置的状况，有外杯有内杯堆叠在一起。所谓好酒沉瓮底，在影片结束之前要跟大家来再讨论另外一个跟水根兰花相关的一个课题。水根兰花乍看之下感觉蛮容易的，事实上它比任何有介质的培养方式还要再稍微进阶一点，原因是因为它只有根跟空气还有水，所以你怎么掌控水跟根系之间的关系，水位的高低，还有再加上你对你兰花的了解，每一颗兰花对于水位高低还有水就是要多久的时间有水，因为有些兰花它一放进去水根的时候，它根就是会一直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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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既有的根都会一直烂到新的根长出来，然后天气回暖天气稳定之后它才会适应。有一些兰花它蝴蝶兰，这边指的都是蝴蝶兰，它一放进去它马上就适应了，它也不会烂根或几乎不会烂然后就是好像没事情一样，马上就适应了。所以这东西呢，有时候它对某些兰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可能比较没有经验，他不知道水要怎么去控制，怎么去拿捏。那我唯一给你的忠告就是说，如果你要试，请你去买一颗比较便宜、比较平常的蝴蝶兰来试，试过之后呢，你有信心了，你就可以去进阶版一点的，就是尝试把你稍微喜欢的兰花，或是比较名贵一点点的兰花，你想尝试，你再去做这样的尝试，会比较保险。那另外一个就是头1个月会需要你每天去观察它，然后尽量去调整。就你觉得这颗兰花它的根看起来感觉已经就是水分很充足，然后感觉好像快要开始烂的时候呢，就像我之前的影片，把水倒掉，让它干个1-2天然后你再把水加回去，或再给它新的水。那一般像我这2颗它已经非常非常的稳定了，我一般就是等到它几乎没有水我才会加，因为这2颗它的根几乎没有再出什么状况的情况之下，它的水都是非常干净的，所以在很干净的水的情况之下，你是不需要完全把水全部换新就是水位过低你就把它再增加再多加一点水进去就好。那当然有时候你比如说1个月1个半月，你想要整个就是把杯内清一清把水全部换新，这是 OK 的。
但是不用每一个礼拜或是每一次你给水的周期你都全部都更新是不需要这样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下面点个赞。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指教，也很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